我的小伙伴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有没有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？会不会渴望一个无法得到的人？还在对前任有浓情厚意吗？约会过的人有没有承认他们不想再和你谈恋爱？如果你正深陷单恋，我的朋友，你并不孤单。社会心理学家罗伊巴麦斯特说过，98%的人都曾经饱尝单恋之苦。那么你是怎么做的呢？如何继续生活下去的呢？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说说几个关于如何处理单恋的建议。1、接受对方的感觉，并接受结束和他们这段可能的关系。你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了吗？如果他们似乎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，让他们知道你对他们的感觉吧。开诚布公的讨论双方的感受，会是很好的开始。一旦了解了对方的感受，可能会更容易向前看。他们没有同样的感觉吗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首先接受他们的感受，并不再打他们的主意。他们已经让你知道你没兴趣了，了解这一点是撕下创可贴，开始继续向前的一种方式。最好不要再和他们调情，不要再祈求他们重新考虑对你的感情，除非你的生活没他们不行，那就继续往前走，寻找和其他人在一起的可能吧。2、不要再对他们有什么幻想了。那么你是如何开始接受一段可能的恋情结束的呢？发现自己在做白日梦吗？如果你只是单恋，不知道他们的感受，那就让他们知道。我觉得这行不通。从一开始就要试着寻找他们喜欢你的迹象。他们在你身边会紧张吗？交谈时会盯着你看吗？对你要说的话感兴趣吗？会对你视如空气吗？如果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不喜欢你，而你也知道没什么可能，那么是时候停止做白日梦了。每次发现自己在做白日梦时，把注意力转移到想要的其他事情上吧，可能是一种激情、一个目标，或者其他什么都行。3、允许自己对和他们在一起的想法感到悲伤，仍然难以接受他们对和你发展恋情没有兴趣，那么也许首先应该为失去了你们本来可以在一起的想法而悲伤，因为你们不能在一起，这是一个想法，一个白日梦。或者也许你们曾经在一起过，但你们都变了。允许自己去感受自己的感受，试试悲伤一下，流过泪，向信任的人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在允许自己发泄或朋友表达情感后，也许会更容易继续前进。不要因为自己有某种强烈的感觉而评判自己。如果允许自己悲伤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接受，这些感觉可能会更容易过去。4、用激情、计划和新技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都是怎么打发时间的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拿起那把落灰的旧吉他弹弹吧，开启一个热爱的项目，学习一项新技能，周末旅行，这些都是很好的干扰。这些干扰会让人进步，学到新东西，甚至变得更好。把注意力转向自己，把全身心投入到浪漫爱情之外的其他事情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甚至会更爱自己。5、意识到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完美。对喜欢过的人的感觉还很纠结吗？也许他们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完美。仔细想想，是不是在想象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？我们作为人类都有缺点，我们仍然会爱上别人，爱所有的缺点，但可能已经漏掉了一些暗恋对象的缺点，因为认为他们比实际更完美，可能不小心把暗恋对象奉为偶像，也许认为他们比实际完美。越早意识到他们只是凡人，并不完美，就越容易继续向前。6、要知道永远没有结束，但仍然要继续前行。在寻求结束吗？那可能需要停止寻找了，因为不是每段感情都有画上句号的时候，不能总是期待结束，也不能指望结束了才能继续前进，否则可能会花很长时间痛苦的等待它。如果有暗恋对象，可能会琢磨他们是否还会选择自己。如果已经告诉他们自己的感觉，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喜欢你，最好不要再等待不存在的迹象。他们不会总是和你有满意的讨论，并得出结论，或说出你想听到的话。诀窍就是继续前进，迟早你会意识到你确实收到了一种不同的结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流逝和自我反思，最后你会自己把和他们的那一页翻篇了。那么你将如何应对单恋呢？什么能让你分心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如果喜欢，不要忘记点赞并分享给朋友或其他可能从中受益的人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
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